的时候住在巫师市场附近，那边有一整条街都是旅行社。这里有一个看起来相当刺激的活动，而活动里面的这条路，我曾经在电视节目上看过。我还记忆犹新地想起来，是玻利维亚的死亡公路。此公路正式名称为北永加斯路。活动的内容主要是要骑着山地自行车，从海拔4650公尺的安第斯山脉高原，一路俯冲到海拔1200公尺的亚马逊雨林边缘的下坡车体验。全路程共64公里。北永加斯路位于拉巴斯的东北角，它曾经是首都过去位于亚马逊雨林盆地边缘的科罗伊科镇的主要道路。一大早，我们旅行社的向导就过来拉巴斯市区的住宿接我。我们从拉巴斯出发前往拉昆布雷山口的山顶，向导会提供山地车，全套的护具像是头盔、护膝、护肘等。在山口往死亡公路出发前，我们一群人先拍了一个大合照。我的频道是探索世界各地的人文风情与自然景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请再给我一个订阅，开启小铃铛。骑车勇闯北永加斯路，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在前面呢？就让我们一起骑车穿越玻利维亚的死亡公路，一探究竟吧。路线起点的山顶，海拔约4650公尺左右。这里属于高山冻原气候，刚到这里的时候还觉得有些冷。出发前，最重要的是先是看看刹车有没有问题。向导也会再度的提醒大家，这不是一场下坡车比赛，照着自己的节奏骑就好，确保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会先行骑一小段3号公路的沥青路面，目的是扎一下骑行感觉，跟看看自行车的状况。从这里就会沿着一条蜿蜒的柏油路快速下降，这里的景色不错，可以看到许多高山。玻利维亚政府在1990年代末开始规划替代路线，因为永加斯路无法满足现代交通需求，而且相当危险。于是，在2006年，一条新的、更安全的连接两地的公路，就是我现在在骑的3号公路，正式开通。它的路线比永加斯路更优，部分路面有更宽的双车道、铺设的沥青路面、护栏和安全设施等。新的公路的完工，极大地降低了死亡率。今日，几乎所有商业交通和当地巴士都使用新路，永加斯路的车辆交通量因此减少了90%以上。Pero es mejor ver Sí. a no ver. How are you, chicos? ¿Qué? ¿Todo bien, chicos? 当天骑车的时候，我是有些感冒的，鼻子非常的不舒服，跟状况不太好，所以在骑的时候有特地放慢一些。不过幸运的是，骑车当天的天气不错，视线清晰。我们会在柏油路上骑约1小时，大约20公里左右。主要是先在平坦的柏油路，让大家在进入更具技术性的地形之前，熟悉自己的自行车。在柏油路后段一段会经过一个山口，这一小段的雾气特别浓厚。适应完自行车后，我们会停在一个隧道前面，搭上车子前往北永加斯路，大约坐个15分钟的车程，就抵达到玻利维亚的死亡公路了。
这是我们此趟旅程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路面没有铺设柏油，道路保持着泥土和碎石的原始状态。光是从远处观看这条路，看起来就是一个挑战。短暂的休息后，我们便往这条被称为世界最危险的公路出发。一开始踏上碎石路的时候，我就很明显地感受到这里跟柏油路骑乘起来相当不同。这里的路面颠簸，稳定性差很多。我能感觉到车把和车架有更大的震动。在这种道路上骑乘时要将握把握紧，但是也同时需要尽量放松跟自然移动，全神贯注是相当重要的。永加斯路的现代历史开始于1930年代，当时玻利维亚历史上发生了一件灾难性的事件——夏古战争。在1932到1935年期间，玻利维亚与巴拉圭因为格兰查科地区的领土争端爆发战争。战争结束后，玻利维亚迫切需要建造基础设施，而这条公路的部分路段就是由当年被俘虏的数千名巴拉圭战俘所建造的。他们和一些玻利维亚工人开始在安第斯山脉的东坡地区凿刻道路。那个年代没有现代机械，只有依靠手工具跟炸药，建造出当时连接北部亚马逊丛林和拉巴斯首都的少数几条主要道路之一。开通后，这条路因其危险的路况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而声名狼藉。1995年的时候，美洲开发银行在一份关于玻利维亚道路安全的研究报告中，将永加斯公路评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公路。这个评定基于因为当时1990年代中期的时候，这条路平均每年造成200到300人死亡，几乎每2周就有一辆车辆坠落深渊。在更早约1983年的时候，有一次事故中一辆载满乘客的巴士坠落悬崖，造成100多人死亡，创下单次事故的最高伤亡纪录。完工的替代柏油公路开通后，越来越没有车子使用这条道路，但是它没有荒废掉，而是开始有旅行社利用这个名称进行行销，征服死亡公路。如今，它已经成为热爱冒险的旅行者过来追求肾上腺素飙升快感的体验行程。公路的一侧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则是垂直落差200到600公尺的深渊。这里许多路段是完全没有护栏或任何防护设施，在路边我也能看到一些落石，需要留意跟绕开它们。有些路段宽度仅有相当狭窄的3到3.5公尺，它看起来就只能勉强地容纳一辆卡车通过。对于要通行的车子而言，光是用看的都觉得危险恐怖。可以想象以前若是开车过来的话，必须非常非常小心谨慎。刚开始骑的时候，这里的云雾缭绕，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云雾森林。因为这里的常年湿润，能见度可能是这个区间的最大挑战。路上也能看到其他的骑行者，在这里选择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对骑乘者来说会安全许多。这里真正的风险来自有些旅行社提供刹车磨损严重的自行车，这会使骑行变得危险。找一家信誉良好的公司会是此次活动的重点。
死亡之路的碎石跟泥土路段大约会骑个44公里，这段路有超过200个转弯处，所以频繁的刹车会让你的手和前臂感到疲劳。路上的震动也让屁股坐得非常不舒服，因此沿途有很多休息点，大约是骑个半小时左右就会休息一次。我来到我觉得是在死亡公路最美的一段，从山上有数个小瀑布，它们的水流直接倾泻在狭窄的路面上。这些水源来自云雾森林悬崖周围的水体，它们会变成小溪横越在道路。骑车在上面会有湿滑和泥泞的状况，要特别注意安全。途中还经过了一个山崩地段，需要牵车过去。听说几年前有个山崩阻断了这里的道路，据说当时自行车道就此结束，所有人都只能搭乘巴士返回。若把自行车带上这些陡坡，应该相当危险。不过他们清理了一条路出来，现在我可以一路骑到终点。In 20 to 30 minutes is the 22 next minutes? stop. Yeah. A house like that. Okay. Yeah, to the left. Okay. There. 骑没多久后，又有另一个山崩状况，看起来这里的坡地灾害有些严重。大约再骑乘个2-3个小时左右，我的骑乘背景从寒冷的高原一路下滑抵达到热带雨林。因为天气明显的变热许多，周围环境也变成树木跟藤蔓。我已经抵达到位于玻利维亚、亚马逊盆地的边缘。我穿着一样的车衣，但很明显的，我一直在流汗，感觉体温一直上升。基本上在这里骑个半天，我就经历了地球上最戏剧性的生态系统转换。玻利维亚政府没有将永加斯的路面升级，因此这条路一直保留跟将近100年前刚建设时的原始面貌一模一样。骑完后，我会觉得骑登山车穿越世界上最危险的公路是一个危险的活动吗？它与其他极限运动不同，不用特别去挑战极限或做夸张的动作，可以慢慢的骑，像是配速10公里1小时的速度也都可以。自行车跟车子比起来的话小上许多，加上对面的来车基本上已经不多了，直接摔下山谷的几率是很低的。听向导说，从旅游运营以来，从1998年开始，差不多有20名骑行者在永加斯路上丧生，主要都是因为超速、失控或冒险行为。所以，我觉得只要会骑车，心态正确，保持专注，选择信誉良好的公司，骑乘死亡之路应该不会过于危险，可能会是一次一生难忘又刺激的体验。好了，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